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石头人九哥的一个上单兑现然后出装符文搭配情况石头人这英雄，不得不说，我认为石头人这个英雄，他就是英雄强度强，你知道吧？但他出装，说实话还是得出那种 AD 装啊。就是那种布甲装啊，因为它的 E 技能是吃布甲伤害了，就是布甲值越高，伤害越高。那石头人这英雄，你说能像蒙多啊那些那么能扛吗？他不能。所以这个英雄到最后，我发现他是个玩脑子的英雄。石头人打这种近战英雄的话，没必要去学 E 技能，直接学 W， 伤害特别高。你会发现这波换血下来还是石头人赚的。像打这种近战更没必要学 Q， 直接上来就敲他，他还不一定打得过你。接着敲。不过这里二级追着3级打，也是抽象，就是狂蝶不灭就行了。远处的话给一个 Q， 知道对方不肯上来拼血。如果像那种你老遇到那种肯上来拼血的，你就连 Q 都不用学。直接学 E 技能，或者主 W， 直接学 W 地下拍出去那伤害还是蛮高的，在对于前期来说。这里敲一下，对面直接过来了，敲上来交闪现。对方直接回家了。第一件的话，打盖伦啊，或者说打这种回血高的话，你就可以做这个小反甲。好多就现在好多英雄的回血都有回血嘛，所以石头人这个小反甲的那个含金量特别高。小反甲做出来以后，就可以把对面摁在地上抱住。卡住兵线，你把兵线推过去，难受的就是你你把兵线卡住强的就是你自己。消耗一下对面的兵线就行了。闻到兵线了，但没办法，继续卡，还能再卡一波兵线。起码在清完这一波兵线以后第3波兵线来到，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这里的话对方上来打就可以蝶不灭主 W 伤害很高。这里兵线推进去了，如果对方聪明的话，应该是直接出来把兵线卡在外面。那对于石头人来说，难受的就是他，然后打野再叫过来，就可以直接抓这个石头了。这里的话，对面打野应该是上半野区的，杰斯的话应该是准备来了，给个眼，就打着还是有时候还要清醒一点。石头人，你要想想这么简单的英雄，你脑子还不清醒，那就是真宕机了石头人玩家那叫什么？全世界共用一个大脑，那这个大脑学习了大量的精华。看前期的话，就是
你想要造成就是获得很大优势的话，还是挺难的，没那么容易。这里开了 W 就 A 上去，对方想打越塔的话，千万不要去越。哇，这边回着，哎 ，A 出来，闪现拉开。其实闪现可以不交都可以。其实像石头人的话，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他的被动啊。他的被动是在9秒内没有造成伤害的话，是可以有就是获得这种熔岩护甲的。其实我要是觉得，哎，熔岩是不是冷却了以后，它就有那个就是表面就是包裹起来了嘛？哎，那它那个熔岩掉下来以后，就比如说打破了这个护罩以后，是吧？它就是不是可以有日炎的效果嘞？啊，这样子石头人是不是就加强了嘞？哎，我觉得石头人有待加强。我喜欢玩这种奇奇怪怪又简简单单的英雄，这样玩游戏的话没那么复杂。有时候玩累了就混一混啊什么的，对吧？这里的话可以过来直接碰先锋，双路的话是有优势，杰斯的话往这边靠了，这里的时候打慢一些。对面直接给大招给对面的杰斯，这样的话队友可以随便上。对面是残血的，石头人已经吃了全部伤害，你可以看到。这石头人你看没有，玩得好的石头人，关键时刻给到大招，就只需要给关键控制就行了，也不能说一直吃伤害，因为它不像蒙多那样子，可以有很高回复哦。这里的话没有传送，慢慢靠过去就行了。对面卡莎是有大招的直接交大招了，不能追的。这里的话盖伦过来了，维哥的一个大招进场，捡得很爽。这里的话黏住对面盖伦就可以死了，然后再收掉这猫咪，轻轻松松啊。可以看到他是主 W 副 E 技能，永恩的话是随便杀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他是直接先把那个反甲做出来是吗？没有，还要先做冰拳，我没注意看。一个闪现接大招，他直接跑了，那这样的话没关系的。这里给个 Q，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石头人很清楚，这种团是绝对不能打的。但对方直接飞过来，集火那个卡莎就还行，那换掉了一个。这里的话吃上果子，后续的话没伤害，没办法。大人头是对面杰斯拿到说实话有点小亏。这个版本的杰斯，你可以发现他前期伤害蛮不错，蛮高的。那后期他只需要补一些肉装，就是还是能扛得住一些伤害的。就杰斯，你想要在后期打得好的话，不能全输出，还是要做一些肉装。对面的队伍是菜刀队好像是对。菜刀队的话还是挺简单，对石头人是狂喜。稍微
只要补一点魔抗就行，因为对方卡莎有混伤。这波想要尝试让对面减员了，那准备要大龙团了。优先还是续上小龙会好一些，因为有石头人这种局啊，其实更团队一些，更好打。如果你玩如果有石头人的这种对局，就比如队内有石头人的话，你不玩团队，对于石头人来说是很难受的。因为石头人是 C 不了的，不像一些战士上单啊，他是能自己去 C 去带线去运营对方，但石头人不行的。石头人的话，最多是去清一下线。你看这个时候就必须得靠过去啊，但队友的话是拿到了优势，吃到了对面盖伦的人头。这里的话就团队一些去站一下岗。兵线不进塔的话就没关系。这里的话，对方给探照了，那肯定是在蓝区。蓝区的话，那就可以碰小龙。哦，那他第一件事直接裸了一个反甲。哎，裸反甲的那种玩法呢，就对面菜刀队是可以这么玩。那如果说对面是那个有 AP 的话，哈，做了小反甲就够了，性价比就够了。不过现在的反甲好像也是有血量加成的，不影响。龙拿到了，对面永恩在下面，杰斯的话应该在上半野区的，给个草，给个眼就可以了，两边都有眼。知道对方的一个动向就够了。哇，这个龙差一点就被抢了，200血。这里的话直接上来秒这个杰斯，然后中路的话直接推打。这里的话压不上去，压不上去的话，去换双人路，靠那射手那边，因为射手手长。这里的话10几秒的大招，石头人在2级以后的大招 CD 还是蛮快的。3级的话大概40分钟啊，40秒。等冰心做出来，直接减对方的攻速的话，对面永恩啊、射手啊就完全打不来的，直接回家压不了。主要是，就是怎么说呢？伤害的话，辛德拉的伤害没有那么爆炸，稍微就是这个辛德拉自家这边的中单玩的一般。如果是那种绝活哥的中单的话，中路其实完全可以随随便便压进去的那个伤害。所以的话，对方过来了，拖住对方，待会给大招直接一套，但对方跑得很快。卡莎的话是回去了的，这里的话就推边路就行了。等冰心做出来，就完全不怕对方的卡莎了，因为有一个很重的减攻术啊。对面的卡莎也不给机会啊，一直不出来，就在家里面守塔。守塔的话，没有大龙的那个小兵很难推进去。
呀，有了冰拳这种，哎，这里撞上来，给到减速，再一个 Q， 减速到了，后续队友看看有没有技能，哎，可以，那这样的话可以一波了，不用大龙都可以推了，这波。那这样打野送了一个的话，那就一波不了。只要掉一个，对面有那种就是缺一点伤害的话，就没办法做推进，太烂了。那可以稳稳的把这个龙魂拿到手。指头人的话往龙坑这边靠，对方想偷，应该是看到了人就直接放弃了。对面2个人的话是打不完这大龙，现在大龙比以前难拿了。给到减速，像石头人的 Q 技能啊，可以追击对方。因为他是能减对方攻速，然后他的攻速也可以偷他的攻速，获取多少？获取35%还是多少攻速来？那移速，说错了，获取移速。这里的话往上站，可以看到整体下来的话，石头人的血量并不是很高的，只是他的双抗会多一些，而且这里的话直接撞上来，让对面直接一个 C 位掉点。后续的话，辛德拉直接闪现上来了个很危险的位置，还好有金身拖住了。那直接把大龙拿到回家，把第4件做出来，那这局的话应该可以结束了。大招进去以后，就直接利用这个击客的聚合的一个减速还有伤害啊。像如果说对方是那种塞恩啊这种肉英雄，然后推线很快的话，你要补上这个推线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第1件做日眼。直接找对面的杰斯，但要注意队友的位置，不能说队友不在，你大上去是没人补上输出的。这里一个 Q 破掉对面的盾，不要着急。慢慢往前靠就行了，推对面的塔，2座塔破掉应该是没问题的。中路线过来，对面也抱团抱得很死。如果不是抱团抱得那么死的话，对面可能已经早炸了，这水晶早就没了。这里的话到2个，后续的话伤害队友的伤害不能给对面的那个盖伦了。打野的话冲得太里面去了，第一时间杀掉了一个，已经给拉出来了。那这样的话把水晶推掉。好，那第1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还有1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